魏无羡这才回神过来，好啊你，怪不得我说为什么你总给我吃的，帮我带早餐，帮我带午餐，还煮晚餐的，你这是算计好了的呀，就想着以后让我用人来，还是不是？魏无羡用胳膊顶了顶他，蓝忘机不否认，笑着点了点头。魏无羡笑着眯着眼看着他，好啊，当初那个小古板呢？你还给我，没想到堂堂蓝氏集团总裁居然是这样娶老婆的，很有用，娶到了。你魏无羡耳朵都红了，一肚子坏水，说完又咬了一块排骨，没你坏，哼，有没有你知道？魏无羡看着他，看他还能说什么，撩人不自知，倘若当初不是我，你还会去别人家住？蓝忘机问着他，魏无羡想了想，把自己心里话说了出来，不会，所以你先的。蓝忘机面不改色，你可以拒绝的呀，你不是没有吗？那如果不是我，换了别人你会给住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先动的手，不能怪我。蓝忘机笑了一下，所以你娶老婆是靠坑蒙拐骗的，不论方法，有用就好。星期六，蓝忘机先去的公司，走之前煮好早餐放在桌上，留了纸条，亲了一口睡着的魏无羡就走了。魏无羡直到11点才起的床，摸了摸旁边的位置，早已空荡荡。他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，又赖了一下床，才慢悠悠的起床。洗漱完下楼，就看到餐桌上蓝忘机留下的早餐，他拿起了纸条，吃好去公司。到了打电话给我。魏无羡笑了一下，坐下来吃着蓝忘机帮他煮的粥，打了个电话给墨轩，墨轩，你待会11点半送文件来蓝氏给我，你有没有见过维氏的负责人？见过，我待会送过去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魏无羡吃完东西就去换了衣服，在镜子臭美了一下，蓝湛怎么就找了个这么好看的老婆？说完拿起了桌上的钥匙，开车去找蓝忘机。车上魏无羡就打电话给蓝忘机，嘟嘟嘟，二哥哥，我出门了，你等30分钟下来接我呗。好，开车慢些，注意安全。蓝忘机看着文件说着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挂了呀。木马说完对着电话那边的蓝忘机隔空亲了一口。蓝忘机笑了一下，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就放下手机，看着文件。月期，维氏什么时候来？蓝忘机问着月期。他们说11点20左右到。月期回话，魏无羡11点20就到了，一进门就看到了韦雨桐在前台，看着有点眼熟，就走了过去。前台姐姐刚打完电话给总裁助理，准备叫夫人。魏无羡示意他不要说出他的身份。韦雨桐回头看了眼魏无羡，韦雨桐高中是追求过蓝忘机的，还表白了，不过被拒绝了。他知道高中时魏无羡是跟蓝忘机在一起，所以对他一直是有敌意。哟，这是谁呢？魏无羡呢？你来干嘛的呢？不会来这应聘吧？韦雨桐看着魏无羡手上的文件，以为是简历。魏无羡看了他一眼，想不到他是谁。说到话说，你是谁？我来这干嘛？与你何干？你，是啊，当初蓝总拒绝我是因为谁呀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。韦雨桐阴阳怪气地说着。魏无羡想了一下，才想到当初高中魏疏离说的那个跟蓝忘机表白的人，是你啊？你跟他处不成对象，只能说明他不喜欢你，怎么能怪我呢？那是你自己没实力，你，一个来应聘的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维氏集团总经理，我这次可是来跟蓝氏合作的，你这辈子恐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吧？韦雨桐嘲讽着看着他。魏无羡这才认真打量了他一下，维氏，我还以为那个大公司呢，我有没有这个机会，你又如何懂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前台姐姐和周围的人都被吸引了目光，小声说的这个维氏倒是过于自信了吧？这可是莫氏总裁，还是蓝总夫人，他才是没有机会吧？合作怕是要没了，回去怕是要挨训了。韦雨桐自然没有听到旁边人说的话，继续嘲讽着，是啊，一个应聘的能怎样？要不你求求我，我帮你说说好话，说不定你可以混个好点的位置。你那里来的自信，能在蓝氏说话？你觉得这里有谁会听你的？还是说你是觉得你们维氏有多厉害？魏无羡看着他自信的样子，你觉得利益蓝氏会不要？你只是个没有应聘成功的人，你是认为蓝氏会帮一个不认识的吗？魏无羡，你有没有脑子？哈哈哈，谁告诉你我就一定跟蓝湛分手了？
魏无羡嘲讽着看着他，这句话让韦雨桐有点慌了。他还是说就算没分，他怎么会为了你丢一笔钱？何况我们韦氏今日不止来兰氏合作，还要跟莫氏，就算兰氏地位很高，可是两家公司在这，他会选你？周围的人都抱着看戏的态度，等着夫人发威，也都在小声讨论着这个韦氏。墨轩来了，刚下车拿着合同，瞟了一眼韦雨桐，魏无羡，看到了吗？莫氏的人来了，我看你能怎么办？韦雨桐看到墨轩来，一下子硬气了。墨轩听他的话，皱了皱眉，把合同给魏无羡老板，合同可还签？你觉得我们莫氏还有这个必要？魏无羡笑着看韦雨桐，韦雨桐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，怎么可能？你是莫氏集团总裁？魏无羡看着他，怎么不可能？你这样子都可以当上总经理，我成为总裁很有道理啊。韦雨桐看着他，声音有点颤呐，那你跟兰氏是什么关系？你想知道？我吗？自然是合作关系。魏无羡想玩玩他，既然是合作，那我还有机会，你得意什么？韦雨桐不愿放弃挣扎，这时蓝忘机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他已经在后面看了全程，不过魏无羡告诉他别动，让他来。蓝忘机就在后面看着自家夫人，没有机会，她是我夫人。蓝忘机走过去搂住魏无羡的腰，然后对着岳七说，岳七，韦氏的合同撕了。说完就搂着魏无羡的腰，准备上楼。韦雨桐一下呆住了，这两个公司可是韦氏最重要的合作，这次栽在自己手里，回去肯定会降职，这次真的玩完了。魏无羡这边则是刚准备上电梯，却晕在了蓝忘机怀里。魏婴，蓝忘机打横把他抱了起来，直接上了墨轩的车。医院验完血的魏无羡躺在病床上，蓝忘机问着刚进来的温情温医生，他如何？可有事？温情把报告给他，说着没事，她这次只是因为动气了才晕倒的。她怀孕了，你注意一下她的饮食，待会我传到你手机上，她什么可以吃不可以吃，等她醒了再带回去。还有，让她注意休息。温情说完就走了。蓝忘机则是在温情说她怀孕了这句话脑子愣了一下，回过神来，蓝忘机看着病床上的魏无羡，拉着他的手亲了一下。魏婴，我们有孩子了。魏无羡睡了1个小时才醒来的。二哥哥他一睁眼就是先找蓝忘机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魏无羡问着。无事，你有孕了。魏无羡呆愣地看着他，手慢慢挪到肚子上，一脸不可思议地说，你是我怀孕了，这里有小朋友了。蓝忘机亲了他一下，第二日，韦雨桐你怎么办事的？这么重要的合同都被你搞砸了，你知不知道这2份合作对公司有多重要？公司花了多少心血，花了多少人力财力才到签合同这个步骤，你呢？居然敢骂莫总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集团总裁都不敢骂他，你只是一个部门的经理就这么厉害了，你还来上什么班？他上司把文件板到桌上，怒吼着。